这一次的影片有抽奖活动哦，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回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相信很多买刀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走到刀具店里面，看到琳琅满目的刀具，橱窗里面摆这么多的刀子呢，根本不知道该选哪一把刀。尤其是对第一次买刀的人来说，看到橱窗里面琳琅满目的刀子，会觉得非常的不知所措。尤其是如果你是第一次买刀的话，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买什么样的刀子。这种彷徨的感觉，其实我也有过。那今天我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手买刀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应该买怎么样的刀会比较适合你。现在我在桌上摆了非常多的刀子，那基本上这都是我的刀子，对，也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夸张了，对，那没有全部摆出来的，里面还有一些。那这些是大部分我在使用的刀具。这些刀具我都是一点一点、一次一次买的。虽然我自己有在网络上卖刀子，不过我很良心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去买一整套刀具。对，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买了一整套的刀子呢，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插满各种刀子，看起来会非常的专业。然后你觉得，我花一次的钱，一次多买一点会比较便宜。然后，我的厨房看起来会超级专业。可是，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一开始你的厨艺还没有这么精湛的时候呢，我是建议大家不要一次买这么多的刀子。会有很多有钱人觉得说，我一次买一整套的刀子，然后就像，其实看到很多外国影片，就是厨房里面有一个收刀子的刀架，然后上面插满各种刀子。只是这些刀具是不是你真的都会用到，还只是你想要让厨房摆好看？当然，厨房里面摆了一个这样的刀具架，然后上面插满各种刀子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专业。可是你常常到后来会发现说，你并没有用到这么多的刀子，很多刀子可能摆几年。甚至10几年，你从来都没有碰过它，或者只摸过1、2次而已。那这样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啦。尤其是在你并不知道自己对煮菜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兴趣的时候呢，投资这么多的刀具，其实是有一点可惜，有点浪费的。其实每一把刀子都有它自己的用途，当然有一些刀子是稍微比较多功能一点点的。但是呢，它在操作上面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可是对新手来说，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买怎么样的刀子啊，不然你就不会看这部影片了嘛。对于新手来说呢，其实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先买一把主厨刀。这一把是一把牛刀，这把是日式牛刀，日式的主厨刀。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刀长，那它在处理稍微量多一点点的食材的时候呢，它非常的实用。再来就是它的刀尖，它的刀尖呢适合操作各种比较精细的东西，譬如说我要在食材上面画刀痕啊，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去肌骨，然后我可以用刀尖去深入关节之间呢，稍微把它切开它的肌腱。这个刀尖都很好用，然后它后面呢这一段呢，它可以处理很多的东西，就切硬的东西啊，或者胡萝卜啊，或者是马铃薯，或者是姜啊，这样子比较硬的食材的时候呢，后面都还蛮好用的。主厨刀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使用滑刀的方式来切菜。之前我们有影片讨论要怎么样子去保持你刀锋的锋利度。那滑刀呢，它可以比较容易切东西，比较省力，然后呢，也比较不会伤到你的刀刃。它这个弯度，非常适合给新手来使用。一般来讲，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呢，我会推荐你直接买一把主厨刀。主厨刀呢，它有各种的长度，不过一般我会建议新手买在210mm到240mm之间。这样的长度，它讲的是这个刃长。这个刃的长度，它可以操作长度。如果超过240的话，它会稍微有一点比较长。那它是比较专业的厨，在处理很大量的东西的时候来使用。那一般新手呢，我是不建议买到这么大的刀子的，因为你操作起来可能会不是这么的方便。然后刀子越长呢，它能够处理的精细度会越差。那像这种小刀子呢，它当然就可以处理比较细的东西了。那主厨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刀子的厚薄度其实算是蛮多功的。你要拿来切肉、拿来杀鱼、拿来切蔬菜，其实它一刀就可以用，也非常的耐用，而且它的刀面通常也不会太窄。对，所以你真的要压东西啊，要把大蒜压扁啊，或是压虾泥啊这些，其实它都还勉强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它算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刀子。所以一般呢，我会建议新手直接就是买一把主厨刀。主厨刀它是双面刃的刀子，所以它很适合直直的切，或者是很适合这样子的切法，或是滑刀这样子的切法。那切东西呢，其实都会非常的顺畅。它算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刀子。那如果你就只能买一把刀呢，我真的会推荐你买一把主厨刀。如果你今天预算够多的话呢，我会建议你除了主厨刀之外，再买一把水果刀。台湾称为水果刀，那英文可能叫 petit knife，法文就是 petit。
这把刀它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刀，尤其是在一个刚进厨房的厨房新手来说呢，这把刀会非常的好用，因为它可以拿来削蔬菜的皮，然后或是拿来剥皮啊、剥大蒜皮，这把刀子呢都非常的好用，因为它也比较小只，所以呢会有比较好的操作性。那在处理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呢，它会非常的好用。它等于是一把缩小版的主厨刀。那这种呢，我会一般建议买160mm 到10mm 之间的大小，不过10mm 其实真的蛮小啦，那160其实差不多。甚至呢，如果你的厨房空间不是很大的话呢，它可以当做一般的主厨刀来使用。对，大部分主厨刀在处理蔬菜啊这些功能，它都没有问题。然后再我也会拿它来去鸡骨头，因为它很小很好操作，所以很适合呢拿来钻到骨头之间的缝隙呢去切断筋膜，或是把关节方面的筋膜切开。那它算是一把也是很多功能的刀，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够多的话呢，除了买一把主厨刀之外，我会建议你就是买一把水果刀。对，这种大小水果刀它非常的好用。那这把刀子它就算是非常的多功啦。然后，如果你今天只是家里面煮饭的话，其实我觉得用这一把就很够用。对我来说，其实这样很够用，因为家里面的厨房空间不一定大家都很大，然后你也不会在家里面处理这么多的食材，不会一次处理这么大量的食材的时候，这把刀其实就很够用。有很多时候我其实就是用这一把刀而已，因为它切东西很快。像这种水果刀，它其实在这么小砧板上面就可以使用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非常的方便在家里面使用。当然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么多的预算，然后你也不是这么确定自己是不是那么对煮饭有兴趣的话呢，我也会建议你就是买一把水果刀，毕竟它是一个非常万用的，然后你要拿来切水果啊干嘛都可以。然后它成本真的比较低一点，对，它的入手价格会比一把这样子的主厨刀还要少很多，所以我觉得水果刀是非常实用的一把刀，对，这种小刀算是非常实用的一把刀。其实我在厨房里面用最多可能它不会少于我的主厨刀啊，我老实说它不会少于，因为像我切洋葱啊，我会用它来把洋葱的头尾去掉，然后把洋葱剥皮这些蔬菜的预处理，其实我常常都会用到它。它算是比较小型的刀子，那它可以做很多剥皮啊之类的工作。这种水果刀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通常比较薄，然后呢它会稍微好研磨一点，尤其是在你一开始不是很会磨刀的时候呢，磨这种水果刀会比磨一把这么大的主厨刀呢还要有成就感一点，因为它会比较好磨一点，它通常会比较薄啊，然后它刀身也没那么长，所以你很容易去做全段式的打磨，或者是你可以只要分2段就可以打磨它了，就不需要就只要2段就可以打磨它，对，就有可能是1段就可以打磨它，所以它并不会像这种刀子，它需要分大概像我就是分3段这样子去打磨它，对。所以磨起来它会比较有成就感，然后你就会比较容易、比较快速的去练习到你想要的角度跟你想要磨到的力度。然后小刀呢，如果说你要做比较精细的东西呢，可以再添购这一把。对，这一把小刀它是比较小的这一种，就是10公分的小刀。对，这种10公分长的小刀就是做一些比较精细啊，或者削蔬菜啊这样子，因为它很小，它对你手的负担非常的少，然后可以做非常多很精细的小的事情。比如你要把香菇的皮这样磨掉，或是你要去一些水果的外皮啊，或是去一些比较有蔬果上面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你要把它挑掉啊、切除的时候呢，这一把刀会非常的好用。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夫或者主妇呢，我会建议你就是直接买一把三德刀。对，三德刀其实我有2种，对，大小不一样的三德刀。那三德刀呢，它算是牛刀的一个进化版，它主要是在家里面使用会比较多，因为它比较小巧。对，三德刀一般是比较小巧，大概就是180mm 这样子。然后它在比较小的空间里面也可以操作，对，它不需要一块这么大的砧板。它这种小的砧板呢，它就可以拿来切东西，而且其实也很够用。那像如果我要用主厨刀来在这么小的砧板上面来操作，其实它很容易就会出去，然后就觉得不是很安全，对，就有点麻烦，就是它能够处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三德刀呢，它的弧度通常是没有那么弯，对，它比起一般的主厨刀，可能它的弧度并没有那么弯，然后呢，它的刀面没有那么长，它的刀子能够处理的地方没那么长，所以它不是拿来处理大量食物的。可是，在家里面，一般你的肉可能都已经切成小块了，
譬如说去骨鸡腿肉可能就大概这么大块吧，对，可能就这样子一块。那你要拿来切东西，其实已经很够用了，对，你要来切肉啊、切菜。所以这把三德呢，其实我觉得对家庭主妇来说非常的实用，就不需要去买到主厨刀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三德刀通常一般比较小，所以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点。当然要看刀子啊，有些刀子是品牌或者是它的材质比较好的话，就会稍微贵一点点。那在台湾呢，其实大家最常看到的是中式菜刀。那中式菜刀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多功能的刀子，因为它刀子非常的方正，然后它刀面非常的大，因为它刀面非常的大，在我们要拍碎东西啊，然后切东西的时候，其实它都非常好用。中式菜刀刀子是几乎没有弧度的，对，它刀子的弧度非常的少，跟砧板接触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它因为刀子也比较重、比较宽，它的重心呢非常的在刀子前面这一段。它使用刀子的方式会跟西式的刀子非常的不一样，很适合用跳刀来切东西，那你的食材就会切得很直，然后很平均。当然，说实在，这是看个人刀工啦。中式的片刀跟剁刀，其实我觉得也都蛮好用，只是我个人不太会用啦。对，然后它在刀尖这边呢，肩膀的肩，对，这边呢，它是一个垂直的状态，然后前面也是一个垂直的状态，所以呢，它其实也可以做比较细致的工作，只是它没有那么尖，对，操作性没有这么好。对，然后它这边，那当然我常常看到厨师是用这边来处理的，来处理比较精细的东西。这把是已经被我磨到，因为我把它当剁刀使用，所以它被我磨到有点弧度。不然中式菜刀平常一般是比较平一点的，对，它的刀子的弧度是非常平的。中式菜刀也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因为我个人不习惯，所以我就没办法非常推荐它。对，那应该很多人也是在使用中式菜刀，它握的方法就是这样子握，对，要这样子握它。也有人是这样握啦，也有人这样握，对。然后再来我会想要推荐的是，如果你今天处理食材处理到一个程度呢，你可能会需要一把小弯刀。小弯刀它非常适合处理比较圆弧度的东西，来去把它去皮或者刮掉它的皮，所以它会这样子来使用，因为它不贵啊，它真的不贵，所以也是蛮值得投资的一把刀子。然后如果你之后会处理到比较多，它的皮是硬的，可是里面是软的东西呢，我会很建议你买一把这样子的刀，就是上面有很多锯齿的刀子，一般我们称它是面包刀啦。这种面包刀它非常适合拿来处理表皮是硬的或是比较韧的，然后可是它里面的食材的内部呢是柔软的东西，比如说像番茄，它很适合使用锯齿状的刀子。然后再就是面包，对，面包如果你面包它可能会有一层表皮，可是它里面是软的，所以你不能施加太多的压力去，所以一般是我们要用锯的去处理它。所以面包刀也会是你之后可能会需要用到的一把刀子，可是它非常的不多用，它非常的不是多功能性的刀。那很多人可能拿来切凤梨之类的啦，或者拿来切威灵顿牛排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它真的不是多用的刀子。不过它很实用，它非常的实用。介绍的这些刀子呢，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刀子使用还是在人，对。那你并不会因为买了一把很贵的刀子，然后你今天厨艺或刀工就大大的进步。我只能说，比较好的刀子，在厉害人手上，它比较能够发挥它的刀子的特性。其实我觉得一个厉害的厨师，或是比较经验的厨师呢，你给他一把折叠式瑞士刀，他一样可以煮出一桌菜，其实没什么关系。对，我觉得重点其实不在刀，重点是在人啦。那刀子是一个工具，那使用的人才是真正他的灵魂所在。希望这些小小的建议呢，能够在你挑选刀子的时候，给你更多的信心，让你知道说，可能自己更适合什么样的刀具，或是搭配自己的使用方式，去了解自己应该要买什么样的刀子。接下来是工商时间。如果你今天想要买一把比较好、比较专业的厨刀呢，欢迎到资讯栏的连结到火星主厨推荐好物里面有非常多的比较专业的日式厨刀。那这些厨刀都是手工制，都是日本手工制的，所以它的量并不是这么多。里面的刀具其实我都觉得蛮喜欢的，都非常的好。如果大家对里面的刀具有任何问题呢，其实也可以私讯我们，然后我应该大部分都是我来回答，对。然后我们的订阅募资计划已经上线喽，最近也开始陆续要寄回馈的东西给大家。其实每个月呢，只要1碗控肉饭的金额，就可以支持我制作出更多更美好的内容。那欢迎大家到资讯栏的连结，参与我们的美食华丽大冒险。感谢你看到了最后，现在来到大家期待的抽奖时间喽！这一次的抽奖活动是由 Background 热情赞助的军事风格顺开后背包，请大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Way Back from Mars。
在背包抽奖的贴文下留言我要抽 Background， 就有机会得到这款我自己用的很开心的军事风格战术背包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订阅、分享，然后按赞哦。然后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你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